万税之国加拿大又要开始整活了。前有加拿大4月1愚人节开始收碳税，油价比美国贵了1倍。最近加拿大联邦政府又觉得按50%收个资本利得税不够花呀，可能涨到67%是个不错的选项。说干就干，大家听好了，大家听好了，6月25日之后，大家都要按67%来交资本利得税喽，为加拿大财政亏空做点贡献，你开不开心呢？你要开心，你要幸福，好不好？大家好，我是 Norman。最近有个加拿大增值税的大新闻，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2024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预算公布的同时，公布了增值税征收比例从50%变到了67%。坦白的说，对房地产市场影响还蛮大的哎。已然死气沉沉的房地产市场平地一声雷啊，似乎要被炸得更死气沉沉了。快炸了也不要慌，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税务变动对大家的生活和投资会有哪些影响吧。首先，这个税务变动影响的是个人和公司未来要交的资本利得税。在加拿大，资本利得税主要是任何形式的低买高卖资产而产生的利润所收的税，主要是指买卖房子和买卖股票增值产生的税务，并不影响工资、奖金、佣金、自雇这样的劳动收入。自住房这样的本来就被资本利得税豁免的资产，这次税务调整也是不影响的。第二，这次 tax rate 税率没有任何调整，所以任何标题党说税率提高都是不严谨的。真正调整的是一个叫 inclusion rate 的征税比例，它的本质不是真正的税率，而是有多少比例的对应收入是 taxable 的。以个人为例，比如你的 T4 收入是10万，那么这10万100%要计入 taxable income， 然后按阶梯税率来交税。你可以理解为 T4 收入的 inclusion rate 是100%。投资收益的增值税在政策调整前 inclusion rate 是50%，也就是投资盈利10万，只有5万计入 taxable 的个人收入，按阶梯税率来交税。如果按53%的最高阶梯税率来交税的话呢，最多差不多要交2.5万的税。现在 inclusion rate 调整到了2/3，约67%，也就是变成了6.7万是 taxable 的，还是按最多收一半的税，差不多要交3.4万的税。每挣10万的 capital gain 多了差不多9000，仔细看看这个增税比例还是比较多的。第三，个人和公司的税务调整是有区别的。这次调整税基，个人给了25万的 allowance， 企业没有 allowance。这25万 allowanc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年个人层面卖出房子或者股票增值的前25万，还按50%的 inclusion rate 来收税，只有超过的部分才改成67%的征税比例。这个25万是每年的额度，不用的话呢，过期就作废了。而企业的 capital gain 是没有 allowance 的，每1块钱在2024年6月25日之后都会开始按67%来征收 capital gain tax。对于这次比较苛刻的税务调整，我把它戏称为土豆税吧。那么土豆税到底打击到了哪一些人群呢？答案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对的，加拿大受伤的总是中产阶级。也许最富有的阶层可能会交更高总额的税，但是富有阶层总是有各种宇宙外的避税方法，让政府不那么容易收到自己的资本利得税。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综合税率依然会是巴菲特交的比自己家的保姆低的情况，反而是资产没有特别多到开始使用特殊的避税方法的高工资且有一些投资的高级中产阶级接下来会遭殃。被土豆税惩罚的最狠的人需要是工资收入比较高且资本利得也比较高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安省年收入25万，那么他的个人税率已经来到了税率的极限 53.31%。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这个人买了100万的投资房 house 涨到了200万，那么6月25日之后和之前卖掉分别要交多少 capital gain tax 呢？还是一起看一下。答案是6月25日之前要交50万乘以 53.31%， 26万6550块钱的税。6月25日之后要交25万乘以 50% 加75万乘以2/3，合在一起乘以 53.31%，
答案是333187.5块的税。这么一算，足足多了66637.5块啊！这个税涨得实在是有点恐怖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一：快跑！但凡你可以把自己的投资房立刻拿出来卖，抢在6月25日之前卖掉，并交接，都能把这个税省下来，非常完美。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这边联系我，装修、卖房、报税，一条龙为您服务。Norman 为您提供一条龙服务。答案二：一年卖一套。如果你手里是刚才举例的情况，一套大 house 涨了100万，那么你可能确实躲不过这个税率增长的。唯一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多熬几年，可能未来资本利得税还会下降回 50%。如果我不想继续等了，但是我还想投资房地产，那该怎么办呢？你想想，如果你手里是4套 condo，50万涨到75万，这个情况就好得多了。你可以一年卖掉一套，依然按之前的 50% 的征收比例来交资本利得税。这个时候又一项投资 condo 比投资 house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向未来看，总体的应对策略应该是投资尽量小的物业，涨价25万左右差不多就可以卖了。如果一定要投资大的物业，要做好经常搬家，并且厚颜无耻舔着脸把自住房增值税豁免用到极致的准备，确实不太方便。大家这个问题还是要量力而行。综合看下来，还是那句话，虽然接下来的市场 house 增值有可能跑赢 condo， 但是投资 condo 依然是更优的选择。买 house 投资不如买 condo 投资，买 condo 不如买楼花投资，买楼花要买 Danielson Parliament， 这依然是市场中目前第1名的楼花项目。最后跟大家八卦一下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 Tax 在加拿大的前世今生。Capital Gain Tax 在加拿大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答案是1972年。有我们频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是那个前额亮晶晶的魁北克正蓝旗 Pierre Trudeau 老土豆先生任职加拿大总理期间引进的。在这之前，加拿大是没有资本利得税的。资本利得税在引入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资本收益不能和工资一样按100%的 inclusion rate 来收税，因为增值中有一部分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所以不能和工资一个征税比例。最后决定把征税比例定在了 50%， 后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上升到过 67% 和 75%， 2000年之后又调回到了 50%， 保持至今。最近这一次调整定于6月25日正式实施。土豆政府经营了加拿大政府这么多年，财政越来越吃紧，发现钱不够花，所以加完碳税决定再加一波资本利得税。这次资本利得税征收的增加，很多医生是极力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动到他们的蛋糕了。很多医生投资的房地产是在公司名下的，并不能享受25万的 allowance， 所以许多医生表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退休计划。最搞笑的是，这个加的税，你猜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答案是资助加拿大低收入家庭的老人和小孩看牙的。好嘛，闭环了，征牙医的税让加拿大收入不高的老小看得起牙，但是加税导致牙医要交更多的资本利得税，都影响到他们的退休计划了。怎么办呢？下星期开始，牙科诊所涨价 50%， 问题完美解决了。除了低收入家庭的老人小孩，大家可能未来更看不起牙了。希望屏幕前需要看牙的和不想6月25日之后卖房交更多税的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毕竟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留给大家逃离土豆税的时间也不多了。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点关注不迷路，访谈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